当地时间20号，美国会众议院两党达成协议，通过了一项价值950亿美元的援助法案，但其中仍夹带私货，提出向台湾地区以及美国在印太地区主要盟友提供约80亿美元的所谓援助。此外，这份打包版的法案还包括强制 TikTok 在大约9个月的时间里脱离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否则将在美国面临全国性的禁令。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国务院宣布，国务卿布林肯将于本月24到26号展开任内第2次中国行。The bill is passed without objection. A motion to reconsider is laid on the table. 20号，美国众议院分别表决通过了4份法案。首先通过的是涉及 TikTok 的法案，带有迫使 TikTok 脱离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否则将在美国面临全国性禁令的条款。据新加坡联合早报分析，法案用词是剥离，意味着不卖就禁。也有观点认为，通常在法律务实层面而言，被施加这种压力的公司无法出售资产，而是被迫退出。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扎姆扎克指出 ，TikTok 事件创下了一个危险先例，意味着美国正在走一条技术民族主义道路。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会此前已经多次就 TikTok 发难。就在上个月，众议院也通过了一项类似法案，给了6个月的时间让 TikTok 来剥离，但这次的新法案将其延长到9个月，加上附加给总统的延时条款，最多为1年。分析认为，这一转变并非出于对 TikTok 的照顾，而是为了让法案顺利过关，因为一些重要的议员提出的反对原因是留给 TikTok 的时间太短。据悉，目前参议员玛利亚·坎特威尔已经转变态度，对法案表示支持。这意味着法案接下来在参议院过关的可能性大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最新版法案将强制剥离 TikTok 和原污、原拟、制裁伊朗等条款打包，也让它在参议院内更容易闯关成功。因为就目前来看，后面几项事情十分紧迫，许多议员不希望因为反对1-2个条款而将这个法案拆分成一条一条来进行重新审查。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暗示，将在23号就相关法案进行表决。外界预测有80%的可能性通过法案。美国总统拜登此前也表示，如果法案到了他的桌面上，他一定会签署通过。The clock is ticking on TikTok, and I think as we think about this, this is going to pass as well. This is going to get signed into law. It's really just a matter of time. But importantly, this provision also allows the president to ban other apps like Temu, WeChat, Pinduoduo, Shein. A lot of things that we get plenty of Facebook ads and other ads for is also likely to be very impacted by what passes this weekend. 但这并不代表 TikTok 毫无选择。首先，在美国国会内部，仍然有议员认为，只针对 TikTok 一家公司是不合理的，这也将给参议院带去一定的压力。I, in particular, do not believe in a total ban of TikTok until we do a thorough review. We have not done that. So we will see what comes of this ban.TikTok 公司在最新一份声明中表示，不幸的是，众议院利用重要的外国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幌子，再次阻碍一项将践踏1.7亿美国人，约占美国1半人口的言论自由权的禁令法案，摧毁700万家企业，并关闭一个每年为美国经济贡献240亿美元的平台。另一方面 ，TikTok 可以选择通过法律手段阻止法案实施，涉及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TikTok 还获得了广大用户以及一些民间团体的支持。目前，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等组织都反对全面禁止 TikTok。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认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律战已经打响。拥有 TikTok 竞品社交平台 X 的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也对法案表达了反对。他连发多条推文表示，尽管 X 可能是潜在的获利者， TikTok 也不应该被禁。马斯克认为，美国国会此举将严重违反言论和表达自由。与 TikTok 一起打包通过的还有2024年印太安全补充拨款法案。事实上，这份法案是此次打包通过的共950亿美元对外援助法案中价值最小的，涉及81亿美元，目前尚不清楚具体要如何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当局第一时间对美方表示感谢。台防务部门称，法案中19亿美元指定供美国国防部用于协助台湾地区及区域伙伴，包括回补美国国防部援台军备，支持美国国防部对台的军事服务、军事教育及训练等。台湾防务部门声称，美国国会充分展现美方对台湾坚若磐石的支持，将与美方协调相关预算用途，确保台海和平稳定。实际上，美国媒体近年来多次报道美国对台军售延迟交货愈演愈烈，据悉，累计合约金额已经高达190亿美元。有岛内舆论指出，美国武装台湾提出所谓豪猪战略，实际上是美国布下的杀猪盘。这军援的项目是什么？他没有讲清楚。军援项目什么？对，我们再结合前一阵子美国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要把台湾当作一个弹药的储存的一个工厂这个场地，或者在台湾生产这个各种武器弹药。我觉得他就把台湾当作东南亚一个兵工厂。就在美国国会炮制一系列涉华恶法的同时，美国国务院宣布，国务卿布林肯将于本月24号到26号对中国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行程，这也是布林肯1年内第2次前往北京。美方对布林肯此访十分重视，由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召集美国主流媒体举行简报会。观察指出，这种安排是想设定舆论议题。有出席的美国官员透露，布林肯此行除了前往北京与中方官员会面，还将先行抵达上海进行短暂访问。随团人员包括刚从中国返美、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国际毒品及执法事务助理国务卿罗宾逊、负责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的官员费克，以及负责公共外交及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艾伦。据悉，布林肯这次访华有3个主要目标，即在关键议题取得进展，就双边、区域和全球议题明确和直接地表达关切，以及负责任地管控与中国之间的竞争，以免导致误判或引发冲突。这份对外援助法案，其中近610亿美元用于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感谢，俄方表示将坚决回击。经过连月激烈博弈，新一项援助乌克兰法案终于获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涉及超过608亿美元，其中230亿美元用以补充美国武器库存和设施。另外，法案中还包括一项清算被扣押的俄罗斯资产，并转交给乌克兰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法案被纳入包含4项内容的一揽子法案中，最终获得众议院的通过。纽约时报报道称，援乌法案有112名共和党人反对，101名共和党人支持。这表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孤立主义以及对援乌的反对态度，在共和党内部造成了严重的分歧。而美国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约翰逊是其中最主要的支持者之一。他在议案表决前发表演说，警告说，如果美国不再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弹药，俄罗斯可能会取得胜利，从而促使其深入欧洲，将美国拖入另一场世界大战。他还声称，国际形势如此严峻，众议院别无选择。约翰逊这一行为获得美国自由派媒体力挺。纽约时报将约翰逊与美国前副总统彭斯相提并论。彭斯曾拒绝了特朗普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要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甚至将他比作2战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并称赞他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高度赞扬约翰逊冒着极大的风险对共和党民粹主义的公然挑战。但约翰逊此举惹怒了大批共和党保守派人士。佐治亚州共和党众议员泰勒·格林抨击是对共和党人和美国民众的不忠诚和背叛。他警告说，现在我们需要一位新的众议院议长。科罗拉多州众议员劳伦·伯伯特表示，约翰逊应为此负责。我永远不会再支持麦克·约翰逊担任议长。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齐普·罗伊也表示，将对约翰逊发起罢免动议。特朗普的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也加入了对约翰逊及其对援乌法案处理方式的谴责，但特朗普本人近期对法案保持沉默，并没有施压共和党人投票反对。报道认为，鉴于选举临近，特朗普担心自己会承受更多的公众损失，因此希望不要节外生枝。随后，泽连斯基对美国表示了感谢。他于20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我感谢美国众议院两党以及议长迈克尔·约翰逊的决定。我将让历史沿着正确轨道前进。众议院今天通过的重要的美国援助法案将阻止战争扩大，拯救成千上万人，并让两国变得更加强大。”
俄罗斯则对该决议提出批评，称此举将对乌克兰造成更大的破坏。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1号在谈及此事时表示，美国作为俄乌冲突的实际参与方，毫无疑问的将被予以坚决回击。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回应说，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决定是预料之中的，也是可预见的，这将使美国变得更富裕，但也会进一步破坏乌克兰，使更多乌克兰人丧生。而对于法案中关于清算被扣押的俄罗斯资产转交给乌克兰的内容，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还需要梳理细节。他称，只要他们还在考虑扣押我们的资产，就会对美国形象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当然，如果这是真的，美国必须为此负责，我们将以最符合我们利益的方式采取行动。美国《华盛顿邮报》分析了援乌法案通过的原因，他认为法案涉及超过608亿美元，看似巨额的对乌援助费用，其实约80%都留在美国国内。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坎西安透露，新的对乌援助清单中有230亿美元用于补充已经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和装备的美国储备，另有138亿美元允许乌克兰通过从美国国防工业基地购买武器和弹药来重新武装自己。今年以来呀，这个俄罗斯其实在这个冲突这方面其实加紧了一些攻势啊，所以看到是相对来讲是占了比较这个相对优势的这样一个位置啊，那么引起了整个西方的一个恐慌。美国在这个2年多的这个冲突过程中，显示出其实它在军事装备方面，尤其是这个补给这方面，还是一些短板显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它更多的依赖于这个欧洲的盟国，甚至依赖于亚洲的盟国，向这个乌克兰提供相应的一些杀伤性武器以及相应的这种补给一种装备。俄乌战事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昨天发布战报称，在过去1天的战斗中，俄军在多个战线打退乌军10次攻势，并发动多次主动进攻，摧毁火炮、防空导弹等其他武器装备。俄军完全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博格丹诺夫卡居民点。俄陆军航空兵、导弹和炮兵部队摧毁了一架乌军米格29战机。此外，俄防空部队击落194架乌克兰无人机，拦截8枚海马斯和飓风火箭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布晚间战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前线地区发生65次战斗，乌军击退了俄在库皮扬斯克、巴赫穆特、赫尔松、新帕夫利夫卡和阿夫杰耶夫卡等地区的进攻。乌空军对俄军9个人员和武器装备集中区阵地实施了打击。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塞瓦斯托波尔地方官员当天在社交媒体上称，俄军当天从该地区北部一艘船上击落了1枚反舰导弹，导弹碎片掉落引发了火灾，但火灾很快被扑灭。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现场冒出大量浓烟。另据塔斯社报道，当天早上克里米亚大桥的汽车交通暂停。塞瓦斯托波尔位于克里米亚半岛，塔斯社称这里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主要基地。另一方面，美国再次推迟奥库斯国防贸易管制豁免。值得警惕的是，除了推进向澳大利亚转移核潜艇技术的第一支柱，奥库斯近期还积极发展所谓第二支柱。日本、新西兰等国成为重点拉拢对象。正在巴新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批评，美英澳同盟在区内开发核潜艇，引发严重的核扩散风险。根据美国2024年国防授权法，拜登必须在4月20号之前就是否对英国和澳大利亚放松出口管制做出决定。就在大限到来之前一天的4月19号，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份声明，称美方计划在未来120天内就此做出决定。声明还说，奥库斯国防贸易一体化继续取得进展。观察普遍认为，虽然相关计划进一步推迟，但美国放松对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军事技术出口管制是既定目标，一旦最终落实，将有望推动奥库斯的武器技术转移加速推进。美英澳3国于2021年成立的奥库斯是一个军事同盟性质的组织，其第一支柱是向澳大利亚输出核潜艇技术，被认为应对中国崛起的意图十分明显，但受制于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的严格管制，多项关键技术无法转移，因此美方打算用豁免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但由于核潜艇系统复杂，所涉及的技术目录庞大，美方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制定豁免清单。还有观察指出，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引发核扩散的法律风险，这或许是美方将做决定的时间延长120天的原因。
深圳卫视注意到，清单的规则制定由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负责。该机构日前发布一项最终规则的暂行版本，初步对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国防贸易许可证减负。根据这份文件，此前受管制的一些军用物品、导弹技术相关物品、热锻发动机相关物品以及卫星有关物品，日后在奥库斯框架下向英澳出口时不再需要许可证。据测算，简化后每年可减少1800多个许可证的申请核准流程，涉及商品价值超75亿美元，约占此前需要许可证商品总数的80%。但法律专家指出，这个目录仍不完整，并未对所有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列出的管制物品松绑。英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分别发表声明，对美方松绑表示欢迎，还积极表态称两国有望满足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的要求，并受益于贸易豁免。最近，拜登政府继续推迟了对相关豁免的这种审查，说明，美国政府内部包括这个两党之间对这个问题仍然存在着某种的分歧，需要去得到解决。但是确实，美国最近在加紧相关的这种操作，实际上就是为了方便美国各个层次各个层级的这个武器能够尽快的流到英国以及澳大利亚手中。针对美英澳拼凑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正在巴新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批评，美英澳同盟在区内开发核潜艇，引发严重核扩散风险。岛国是岛国人民的家园，不是任何大国的后院。美英澳拼凑的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执意在这个地区引入核潜艇的开发，违背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的宗旨，引发严重的核扩散的风险。值得警惕的是，奥库斯除了向澳大利亚转移核潜艇技术的第一支柱，近期还积极推动所谓第二支柱，也就是在印太区域谋求扩员，企图将更多国家绑上美英澳的战车。据悉，第二支柱包括一些先进技术合作，如人工智能、量子、网络、高超音速等非核领域。根据公开媒体报道，日本、新西兰、加拿大是第二支柱的重点拉拢对象。实际上，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在奥库斯成立的第2年，美英澳3国就分别试探过日本加入的意愿。随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本月上旬访美升级与美国的关系，美英澳再次施压日本。就在他抵达华盛顿的当天，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3国防长就发布一份联合声明，宣布在奥库斯第二支柱的共同开发方面探讨与日本的合作。日本共同社称，这是美英澳首次公布奥库斯的伙伴国。